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新潮文頻道。今日我哋就要講中國嘅軍用激光武器最近取得重大突破。關於激光武器會成為未來嘅主流武器，相信都係所有軍事界裏面嘅人物嘅共識嚟嘅。咁究竟今次中國所取得到嘅軍用激光武器嘅突破係啲乜嘢？呢種突破又點樣令到未來嘅軍事格局作出質量性嘅改變？而中國又點樣再一次領先美國呢？轉頭翻嚟，我哋就會嚟到講下中國軍用激光武器所取得嘅重大突破。再之後為大家介紹就係南海嘅局勢越嚟越緊張，中菲嘅關係呢已經去到一個非常之關鍵嘅地步。頻頻有消息傳出呢，就係菲律賓會趕走中國嘅外交人員，驅逐中國駐菲律賓嘅大使。但係呢，菲律賓嘅小馬可斯知道此舉事態嚴重，即刻走出嚟就話絕對無意咁樣做，因為咁樣會招致一啲佢哋應付唔到嘅後果。但係與此同時，喺南海嘅挑釁行為呢，卻越嚟越明目張膽。而根據中國外交部嘅消息，原來喺20號嘅子時深夜11點，菲律賓主動打個電話去中國嘅外交部嚟到尋求對話，而呢個電話之後亦都被菲律賓嘅外長馬納羅呢係承認咗真有此事，目的呢就係希望同中國用溝通嘅渠道方式嚟到管控好分歧。到底菲律賓嗰邊就係咩葫蘆賣咩藥，把口就話要，唔敢去到咁盡，行為上呢又不斷咁將南海嘅局勢、中菲嘅關係呢推向破滅嘅邊緣。我哋今日就陪大家分析下菲律賓背後嘅謀算，同埋最近發生咗啲咩事，嚟到一齊嚟到拆解。再之後艾力同大家講下，喺上一集成天就用咗輕鬆手法同大家介紹咗新當選嘅阿根廷總統。喺今集我就會為大家拆解一下阿根廷當前嘅政治亂局，以及係疲弱嘅經濟，同埋佢係咪真係有能力同我哋中國一刀兩斷，直接去舐美國嘅鞋底呢？等陣翻嚟就會為大家詳細咁報道。最近有網友反映呢，佢哋較為喜歡一啲雅致啲、高雅啲嘅地方，希望喺嗰度呢能夠同新潮文嚟到聚餐食飯。因此喺嚟緊嘅1月15號星期一，我哋新潮文特登安排咗一個王朝會會所嘅春茗晚宴嚟到去招呼呢一部分嘅網友嘅。網友們，如果大家有興趣品嘗王朝會剛剛推出嘅呢個春茗嘅菜單，亦都希望可以喺呢個會員會所裏邊，我 book 咗一間房，能夠容納到幾台，嗰個窗口呢，就係望住立法會，望住中環方向夜繽紛，亦都望住維港。我哋將會喺1月15號喺嗰度嚟到去聚餐。適逢1月15號嗰陣時候，會所亦都推出咗春茗嘅菜單晚宴，每位價錢呢就係1300蚊，地點就係喺王朝會會所，喺會展隔離，喺 Grand Hyatt 下邊灣仔嘅港灣道1號。當晚就會陪大家一齊嚟到去回顧下過去2023年，展望2024年，世界進入100年未見嘅局面，亦都會陪大家歡飲歡聚歡坐暢談一番。有興趣嘅朋友呢，請聯絡68031633，68031633，一定要 WhatsApp 我嚟到進行報名同埋過數嘅事宜，一定要有文字記錄嘅，所以請 WhatsApp 68031633呢個電話。菜單方面呢，就有金珠河升平嘅乳豬全體、富貴蝶榮華嘅牛油上湯焗龍蝦、鴻圖大展紅燒蟹肉翅，同埋新年必備嘅包羅萬有嘅發財好市鮮包鋪、清蒸海東星斑等等。每台呢亦都會有2支葡萄酒俾大家嚟到品嘗，但係有部分嘅網友報名嗰啲已經指到佢哋會願意帶自己心儀嘅葡萄酒嚟到同大家嚟到分享。咁亦都係可以嘅。有部分嘅網友知道佢自己亦都係王朝會嘅 member 嘅會員，咁仲好添，咁可以大家一齊喺個會所嗰度會合啦。再講多次，時間就係夜晚嘅7點嚟到開飯，日子就係嚟緊1月嘅15號星期一，王朝會會所。參加呢個晚宴呢，就請大家着得端莊啲，因為嗰個會所係有 dress code 嘅。今次呢個呼籲已經去到尾聲㗎啦，因為大部分嘅座位呢都已經被 book 咗，同埋落實咗會出席。咁剩翻少量嘅位置呢，請大家盡速喺今明2日快啲聯絡我，完成咗報名同埋過數嘅事宜，因為位置已經唔係剩翻好多。緊跟呢，
我再開多台，亦都剩翻一台嘅啫。期待同大家喺1月15號皇朝春茗晚宴度見面。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新潮文嚟緊喺2024年1月，為期12日嘅天府之國四川之旅呢，就現在正式接受報名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嘅。而喺呢條片最後嘅18分鐘，亦都有我親自錄製嘅行程介紹。大家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最尾嘅18分鐘，睇埋我親自錄製嘅旅行介紹影片嘅。由於呢個旅程係我格仔親自設計，所以到時我亦都會隨團出發。如果想同我格仔玩盡呢12日嘅話，就立即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或者睇埋我嘅旅行介紹影片之後再報名都仲得嘅。喺呢度期望到時見到大家。喺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請嚟到重新檢視有冇喺訂閱新潮文頻道或者新潮文2.0頻道嘅同時，撳埋隔離嘅嗰個啷啷掣，記得要揀全部嘅嗰個啷啷掣，撳埋佢先至係完成整個訂閱嘅流程㗎。撳咗呢個掣之後，先至能夠最大限度咁樣去確保到收到我哋嘅出片通知以及係直播通知嘅。喺呢度呢，就有勞大家啦。跟住落嚟，我哋就要講下中國嘅軍用激光武器喺技術上面呢取得重大嘅突破。今次呢，又再次領先美國啦。嗱，我哋唔係空口講白話嘅，係有證據嘅。現時嚟講，關於激光武器，論到有資格嘅玩家喺世界上面呢，只有2個嘅啫。相信大家都估到噶啦，一個就係美國，一個就係中國。但係如果講到激光武器嘅先進性，好多人呢都會立即諗起美國係領先中國嘅。原因就在於之前美國喺佢自己嘅軍艦上面，佢嘅嗰一艘神盾級嘅阿利帕克級嘅軍艦上面呢，就嚟到率先部署實驗性質嘅激光武器攔截系統，就嚟到試驗到用激光武器去到攔截一啲比較慢速嘅小型化嘅無人機，同埋一啲比較慢速嘅無人艇嘅。由於阿利帕克級佢一艘咁出名嘅軍艦，所以就受到好多媒體嘅焦點關注。呢個亦都係令人有一個錯覺，美國係先進過中國嘅其中一個原因。而關於呢個誤解，仲引申到我其中嘅一條影片上面。當陣時呢，我就拍過一條影片，係關於我哋國家嘅055萬噸級大驅係點樣成為咗全球海軍所追逐到嘅夢想戰艦嘅呢一條影片裏面啊，亦都有一個留言呢，就嚟到去話到美國嘅阿利帕克級神盾級驅逐艦都已經率先部署咗激光武器啦，而反觀055嘅萬噸級驅逐艦係冇激光武器喺上面嘅，咁又何來我哋嘅055萬噸級大驅係全世界海軍追逐嘅夢想戰艦啊？嚟到係咁樣講嘅。其實呢一種嘅睇法都係俾一啲主流媒體影響咗嘅啫。美國軍艦上面所部署到嘅係試驗性質嘅激光武器，並唔係能夠實戰化嘅激光武器，而且佢只係能夠攔截一啲比較小型慢速嘅無人機同埋慢速嘅無人艇，而且佢嘅打擊距離仲相當之近添。其實相反嚟講，中國同樣都有拿手嘅激光武器，而且係經過實戰化嘅考驗添。例如係中國所出口到去中東沙地阿拉伯嘅沉默獵手激光武器系統，佢係一款車載嘅激光武器系統嚟嘅。自從沙地阿拉伯買入到我哋中國嘅沉默獵手激光武器系統之後就有效應對咗嚟自於也門胡塞組織嘅無人機攻勢，而且仲斬獲咗唔少嘅實戰戰果。當沙地阿拉伯初嘗到沉默獵手嘅厲害之後就立即嚟到再加大購買。當然喺加大購買以後就獲得更加多嘅擊落對方無人機嘅戰果。呢啲都係實戰而得翻嚟嘅。仲有嘅就係美國嘅嗰一款係部署喺軍艦上面，係有強大嘅供電系統喺後面 back up 住嘅。因為戰艦咁大手，當然佢所能夠部署到嘅供電系統係遠遠大過我哋中國沉默獵手喺車上面提供嘅供電系統啦。當供電系統大嘅時間，亦即係代表住呢一款嘅激光武器，佢
佢嘅功率就會更加強大，所射出嘅激光光速就會更加強。呢啲都係理所當然嘅事嚟嘅啫，所以係唔能夠將兩者咁樣作出一個咁直觀嘅對比嘅，根本係兩回事嚟嘅。不過姑勿論點樣都好啦，如果聽埋我以下落嚟所講到關於中國嘅激光武器所突破到嘅兩個重要關口嘅時間啊，頭先我所提到嘅嗰啲嘢呢，其實全部都可以忽略唔計嘅，因為實在太小兒科啦。究竟我哋中國獲得邊兩樣重大技術突破呢？嗱，最近就有一個美國嘅智庫聲稱，佢哋喺中國嘅西部沙漠裏面發現咗中國用於打擊衛星嘅大型激光武器系統，就喺西部沙漠嘅武器試驗基地嘅。嗱，現在嚟講，相信冇人會反對到激光武器佢嘅發展前景係相當之好，亦都係未來主要發展嘅方向嚟嘅。嗱，雖則係咁，睇好還睇好，但係我哋現在關於激光武器嘅限制咧，都係非常之多嘅。首先，具有高度毀傷能力嘅激光武器，佢必須要有高精度嘅瞄準同跟蹤系統，而且亦都要配合到強大嘅供電系統，以及係一個強力嘅散熱裝置嘅。仲有，佢亦都要克服到好似我哋一啲天氣嘅問題，例如係當喺大霧同埋喺多雲嘅時間，一定會減弱到所發射到嘅激光光速佢嘅能量嘅。呢一啲嘢同樣都係需要我哋解決，先至能夠將激光武器大規模使用嘅。咁好啦，通常人們諗到以上嘅問題，都會有以下嘅幾個解決方法嘅，例如係克服大氣天氣嘅問題啊。當多雲同埋大霧嘅時間，就倒不如增大激光武器功率，加強激光光速嘅瓦數，咁咪可以有效解決到被大霧或者多雲嘅環境所造成嘅能量衰減咯。而且亦都可以利用到將激光武器部署喺一啲高海拔地區，咁樣就會比較冇受天氣影響嘅，就用到呢啲比較折衷嘅解決方法。而同樣地啦，關於激光武器需要強大嘅供電系統，咁就不如用增大載體嘅面積嚟解決啦。好似美國裝喺戰艦上面咁樣，大大嘅戰艦有咁大嘅供電系統，咁咪可以叫做折衷地解決咗呢個方法咯。但係呢個方法呢，係冇解決到當激光武器小型化嘅時間係點樣做嘅，所以只係一個折衷嘅解決方法啫。嗱，以上嘅呢啲問題都有一個折衷嘅解決方法，但係關於散熱方面睇嚟咧就冇一啲折衷嘅解決方法啦。因為當功率越大嘅激光武器，就意味住佢所消耗到嘅能量係越多嘅，咁樣嘅時間就必定會產生更大嘅發熱量。如果大功率嘅激光武器因為過熱嘅問題而唔能夠連續使用，咁就會導致到摧毀目標嘅能力不足，亦都冇辦法發揮激光武器佢嘅使用成本低、反應速度快，以及係可以連續攻擊多個目標等等嘅呢啲優點噶啦，從而就使到呢啲激光武器嘅作戰效率明顯地大幅下降。而且喺近日，我哋中國嘅科學雜誌《光學學報》上面就揾到一篇論文嚟到證明中國喺激光武器嘅技術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嘅。呢篇論文就講到，我哋國家已經開發出一種新嘅冷卻系統，係可以令到高能激光嘅武器裝置咧喺發射光速嘅時間無限地咁運行，而且係唔會產生任何餘熱嘅。值得注意嘅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到嘅，係可以令到激光武器無限運行呢幾個字，無限啊，即係想點射就點射，冇任何限制嘅。咁即係意味住，當傳統激光武器由於不斷發射光速所導致到過熱，點都要停一停嘅時間啊。自從有咗呢個新型嘅冷卻裝置之後，激光武器嘅散熱問題就已經被徹底根除啦。咁樣亦都係為到中國大功率嘅激光武器嘅實用化向前咗一大步。而同一篇文章裏面亦都有一啲激光武器嘅科學家團隊都認同到啊，今次係提高激光武器性能嘅一個巨大突破。國防科技大學嘅科學家們就話到啊，呢種新嘅冷卻系統係完全消除咗高能激光武器喺運行過程之中產生到嘅有害嘅熱量嘅，亦都可以令到光速嘅釋放可以無限期嘅保持。只要我哋想嘅話，激光光速係唔會出現到任何嘅中斷或者性能下降嘅。
咁樣去到呢個時間，會對我哋喺裝置到呢一款超級散熱器之後，會為我哋帶嚟點樣嘅突破呢？首先喺民用方面，當激光嘅技術應用喺工業加工嘅時候，如果唔再受到散熱嘅問題啊，咁樣必然會喺商業上面嚟講呢，係有非常之大嘅價值嘅。咁樣呢，亦都可以為到我哋生產更多更先進，利用到激光技術所生產嘅產品嘅，例如係突破我哋嘅國產芯片方面。第二，如果我哋嘅激光武器唔再受到散熱問題嘅影響，咁樣呢，我哋就可以嚟到將我哋嘅激光光速嘅功率呢大幅度提升，將佢加大啲瓦數，都唔怕到時因為瓦數嘅加大而令到激光武器有過熱嘅問題。因為現在嚟講，由於受到散熱問題嘅影響，所以使用一啲比較低功率嘅激光武器，就通過比較長時間嘅連續照射嚟攻擊目標，而令到激光武器能夠大幅提升佢嘅殺傷率嘅。不過咁樣做嘅時間就係可以能夠發射更加多嘅激光光速啊。不過你瓦數咁低嘅時間，只能夠打擊一啲防護能力比較差嘅無人機同埋無人艇。不過我哋今後唔需要再煩啦。當我哋嘅高功率激光都能夠長時間連續發射嘅話，冇呢個散熱問題嘅話，就可以令到激光武器嘅性能大幅度提高。由從前只能夠去到攔截一啲防護能力比較差嘅無人機、無人艇，進而提升到攔截一啲快速嘅導彈，就成為可能啦。呢一種毀傷目標嘅能力係可以得到幾倍嘅提升嘅。咁好啦，呢個就係我哋嘅第一個突破。頭先我哋講過突破係有2點嘅，而家只係數咗1點啫。我哋第二個重大嘅突破就係中國有咗一款叫做超級電池嘅技術，係可以俾到激光武器使用嘅。現在嚟講，其實喺我哋軍事領域上面有好多嘅東西咧，都係對電能有好高嘅要求嘅。例如係啲大功率嘅雷達，位於航空母艦上面嘅電磁彈射器，仲有我哋正在密鑼緊鼓進入到最後階段研製嘅電磁炮，以及係一啲飛機上面嘅電子吊艙同埋電子對抗系統。當然仲有激光武器啦，好似呢一類型嘅武器都係需要到大量嘅電力嘅。唔單止咁，而且以上嘅呢一類型嘅武器最好去做得越細越好，因為就能夠更加好好地實現到機動式嘅部署啊嘛。為到我哋頭先所講到嘅呢一啲武器提供強大嘅電能，就要有最先進嘅儲能設備，亦即係電容或者電池。電容同電池佢嘅特性係咁嘅，先講電容先啦。電容佢係功率相當之密集嘅元件嚟嘅，佢嘅優勢就在於佢嘅放電速度非常快，能夠喺短時間之內釋放巨大嘅能量。咁樣呢係好適合到一啲大功率用電嘅武器嘅，因為呢啲大功率用電嘅武器，佢哋往往需要喺好短嘅時間之內釋放出巨大嘅能量，所以超級電容係好適合一啲大功率嘅用電武器嘅。不過電容佢一個唔好處就係佢雖然放電快，但係佢儲存嘅電量係相當之有限嘅，呢個係佢嘅缺點。而電池方面又點呢？就啱啱同電容相反喎。電池佢嘅儲電能力係比較大嘅，但係佢嘅充電同埋放電嘅速度就比較慢，佢唔能夠喺瞬間之內發放足夠強勁嘅電能，俾到一啲大功率嘅用電武器，例如激光咁去到使用嘅。咁所以變咗兩者都有佢各自嘅優點同埋缺點。咁究竟有冇一種係融合到電容同埋電池兩者優點於一身，有冇佢哋缺點嘅東西出現呢？嗱，呢一個呢就係我哋嘅技術突破啦。真係有，日前就傳嚟咗一個好消息，中國就完成開發咗一種超級嘅電池。呢一種超級電池係幾乎具備到超級電容同埋超級電池嘅優勢嘅。根據到海軍工程大學學部嘅論文就指到中國嘅呢一款為到高能武器所研製出嘅專用超級電池，佢有個代號叫做40165電池，係世界上最強嘅電池嚟嘅。呢一種電池係世界上面第一款能夠好似超級電容咁樣快速釋放能源嘅電池嚟嘅。根據到有關嘅科研人員就指到呢一種電池能夠喺12至36秒之內
就能夠釋放出儲喺呢粒超級電池裏面嘅所有能量。而要徹底將呢粒超級電池充電完成嘅話呢，就只需要3分鐘時間啫。嗱，我哋現在所使用到嘅鋰電池，佢嘅輸出功率係有限嘅。如果要輸出晒成粒鋰電池嘅能量，咁樣嚟講啊，都差唔多最少需要1個鐘先至能夠將儲喺鋰電池裏面嘅能量完全釋放晒出嚟嘅。所以鋰電池只能夠適用於民用嘅啫。我哋國家所發明到嘅呢一款超級電池，除咗能夠瞬間釋放所有嘅能量，充電又只需要3分鐘之外啊，仲有呢款電池佢嘅體積仲要細到好似我哋所使用到嘅一啲鋰電池咁，體積唔係特別大嘅咋。而最誇張嘅地方就在於呢一款電池仲可以利用到現有我哋製造商業電池嘅設備同埋一啲成熟嘅材料，用翻製造普通電池嘅生產鏈、供應鏈就可以進行開發，係適合以一個較低嘅成本大規模量產嘅，連普通嘅鋰電池廠都可以將佢製造出嚟，亦都可見呢一款超級電池佢嘅成熟度已經係達到去工程化嘅應用階段嘅啦。而論文亦都指到呢一款超級電池已經係證實可以被用於高能嘅電磁炮、亞音速嘅武器身上，一啲激光武器、電子對抗嘅電子戰武器，以及係一啲有源嘅雙控陣雷達嘅。以上嘅呢啲東西呢，都係屬於需要極高供電量嘅武器裝備嚟嘅。而論文亦都講到係啱晒呢啲東西用噶啦。參與今次超級電池研製嘅科研人員話到啊，呢一種嘅電池係以革命性嘅設計為基礎嘅，佢具有到創紀錄咁高嘅功率密度，而佢所打破到嘅就係以往認為冇可能做得到嘅嘢。論文裏面呢，亦都係明確咁指導嘅。咁好啦，當我哋有咗呢一款咁強嘅超級電池，咁大家就可以不妨諗下，究竟啊，當有咗呢款超級電池之後，中國軍隊嘅戰鬥力會點樣提升，又會點樣啊嚟到去改變戰場原本嘅格局呢？首先，呢一款超級電池係可以裝喺一啲由電力驅動嘅高速自我搞掂式攻擊武器上面嘅。有人就會話啦，現在嘅無人機都大量使用到電力去驅動噶啦，咁啊有咩分別啫？分別就大啦。現在用到電力驅動嘅無人機，佢嘅飛行速度往往都係非常之低嘅啫，根本論到突防能力係完全唔得嘅。但係如果我哋有咗超級電池之後，所能夠驅動嘅嗰一啲無人機，佢嘅速度係會大幅提升嘅，因此先至能夠裝到去一啲具有高速度嘅自我搞掂式無人機嗰度，絕非係以前嗰啲無人機能夠比較嘅。當呢啲裝有到超級電池嘅高速自我搞掂式武器出現嘅時間啊，佢嘅突防能力就會非常之強。再加上呢一啲由到電力驅動嘅高速自我搞掂式無人機，由於係用電嚟到去驅動摩打嘅關係，所以就算連佢發出嘅聲音都會係好細小嘅，你想聽到佢把聲都難。如果我哋為到呢一款架撐再加上一個隱身化嘅設計，係具備到隱形能力嘅，咁就犀利啦。到時喺有高速度兼且靜音再加上雷達隱身3合1嘅時間啊，就真係可以做到好似黑旋風咁樣啊，實現到居有於無形，就會變為現實啦。第二，當我哋有咗呢款超級電池嘅時間，就可以為到需要有強大電力需求嘅電子戰武器提供能量。嗱，所有嘅電子作戰佢嘅原理都係一樣嘅啫。當要用到嚟干擾對方嘅電子系統又好，或者係防禦對方嘅電子攻擊都好啊，一個電子戰嘅能力強大與否咧，其實就係取決於呢一款嘅電子戰武器佢嘅功率夠唔夠強大嘅啫。所以無論係裝喺飛機嘅電子戰武器又好，裝喺軍艦嘅電子戰武器都好，唯一嘅決定性因素就係你能夠瞬間嘅供電能力有幾咁強。軍艦都仲還好，因為佢夠晒大隻，所能夠提供到俾佢嘅電力都可以話到係足夠嘅。但係飛機始終都冇軍艦咁大隻啊嘛，所以當我哋嘅超級電池大規模應用之後，就可以為到我哋嘅飛機裝配功率非常之強大嘅電磁壓制吊艙，嚟到喺空中嘅領域上面取得電子戰嘅優勢。咁當然亦都可以應用到
一啲比飛機更加細嘅電子干擾系統，例如裝喺車上面嘅電子干擾系統咁樣就引申到第三個好處啦。當我哋有呢一種咁強嘅電池之後啊，就可以為到我哋實現到大功率嘅激光武器能夠部署喺一啲比較細小嘅機動平台，就可以成為咗現實啦。大家仲記唔記得頭先我哋片頭所講到美國所部署到喺阿里帕克級神盾級驅逐艦上面嘅嗰一款用於測試嘅激光武器，之所以被誤會為呢一款武器比我哋中國嘅激光武器先進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裝喺呢一艘軍艦上面嘅激光武器裝置，佢嘅瓦數、佢嘅功率係比較大嘅。但係正如我話齋啦，軍艦咁大艘，佢所能夠提供到供電嘅供電裝置，當然係有足夠嘅空間放喺艦上面啦。但係如果部署到喺飛機上面，甚至乎更加細嘅車上面嘅時間啊，你個供電系統就唔能夠製造到咁大，咁樣呢個時間你嘅激光武器系統嘅功率就必然會降低，殺傷以及係毀傷力亦都會同一時間下降嘅。美國人只係用到一種比較折衷嘅方法嚟到去避開呢個問題，但係當我哋有咗超級電池以後就唔同晒啦。由於我哋嘅超級電池係咁細，所以佢係能夠實現到機動部署嘅。當同樣係大功率嘅激光發射裝置裝載喺我哋嘅車上面嘅時間，從前我哋就冇一個足夠嘅供電系統去推喐佢，但係而家咧我哋就可以透過再配到一架專供電嘅輔助車輛喺上面裝晒呢一啲超級電池，咁樣咧我哋同樣喺有限嘅空間入面就能夠推喐呢一個咁強嘅激光發射裝置。即使係裝喺車上面嘅呢個激光發射裝置，佢係相對比較小型都好啊，到時亦都可以好肯定地係能夠比裝喺美國軍艦上面嘅同一款激光裝置嘅功率更加強。再加上頭先我哋所講到突破嘅第一點，我哋仲有強勁嘅散熱裝置噶嘛，高強度功率嘅激光武器從此再唔需要擔心過熱嘅問題啦。其實兩款嘅突破係相輔相成嘅，呢啲先係重大嘅突破。一旦經過咗兩大突破以後所誕生到嘅中國激光武器出現嘅時候，係會點樣再帶嚟更加高層次嘅戰局改變呢？首先就係用到激光武器所摧毀到嘅目標呢，我哋又再次要提高一個量級啦。頭先我哋就講過，要對付一啲亞音速導彈都冇問題嘅，但係如果兩大突破加上嚟嘅時候，就莫講話嚟自於美國嘅亞音速導彈，我哋可以將佢摧毀。就算連嗰啲超音速嘅，甚至乎係高超音速嘅導彈，我哋都能夠透過部署喺軍艦上面嘅超高功率激光武器，透過連續發射、散熱完全冇問題嘅狀態底下，都可以將呢啲速度咁快嘅目標摧毀嘅。因為當我哋裝喺軍艦上面有咁大嘅空間，咁以我哋嘅超級電池體積咁細，就可以部署大量嘅呢啲供電系統。咁到陣時部署喺軍艦上面嘅激光系統就會達到最強嘅量級。所以部署喺戰艦上面嘅激光系統經過兩大突破之後肯定會比美國現在裝喺神盾級驅逐艦嘅激光系統係要強唔知幾多倍嘅。美國嗰款只能夠打啲慢速兼且係冇乜防禦嘅無人機同埋小型無人艇啫嘛，而且作用嘅距離仲要好近。但係我哋就唔同啦，到時能夠打嘅係高超音速導彈嘅呢類目標，根本成個格局係唔同嘅。唔單止咁，我哋仲可以將整個系統搬上去類似係空中嘅運輸機、轟炸機或者係預警機上面呢啲比較大型嘅飛機，雖然就唔可以好似軍艦咁裝備到同一個咁大功率嘅激光武器，但係憑住我哋電池嘅小型化以及係強勁嘅散熱裝置，都能夠足夠部署足夠強勁嘅激光武器系統喺飛機上面用到嚟摧毀一啲來襲嘅空對空導彈。咁樣大型飛機嘅自衛能力就可以大幅度提升啦。當然喺車上面部署亦都得，只不過係逐級咁落。軍艦嘅最強，飛機嘅其次，車輛嘅威力就排到最尾。但係不論係海軍、陸軍或者空軍所部署到嘅激光武器，都會有到大幅度嘅幾何級提升，並非現在我哋所見到嘅
激光武器係可以媲美嘅，呢一種先至係重大嘅突破，而唔係好似美國咁樣用到一啲比較折衷嘅方法，再加上媒體嘅注意嚟到去吹噓，完全根本就唔係喺同一個量級㗎。咁所以隨住我哋嘅激光武器兩大突破嚟緊，我哋嘅激光武器嘅實戰化咧，必然會係百花齊放嘅。喺呢度咧，我亦都十分之期待嚟緊我哋嘅實戰化激光武器嘅誕生。如果有進一步嘅消息嘅話，我一定會率先將呢個喜訊話俾大家聽嘅。我哋繼續拭目以待啦。再之後為大家報道啊，就係大家都明白到南海嘅局勢就越嚟越緊張，菲律賓所做嘅踩紅線行為咧就越嚟越明目張膽，而且咧頻頻啊係斷斷咁樣有嘅，務求啊係要直頭，好似係要令到中國咧喺呢件事上面頂唔住頸，要開第一炮。但係最近啊，就住咁樣嘅緊張局勢咧，已經頻頻啊有一啲喺外交層面上邊嘅消息又要傳出嚟，就係話菲律賓將會逐離中國駐菲律賓嘅大使。中國駐菲律賓嘅大使名字叫做黃溪連，即使佢人係住在菲律賓，亦都唔會同個中央唱反調，只會一定係貫徹中國嘅方向，將中國嘅言語同埋評語同埋對菲律賓嘅寄望勸語咧講得更加大聲，兜口兜面話俾菲律賓同埋小馬可斯聽，唔好再喺南海嘅事情上邊一錯再錯，係時間迷途知返。為此，駐菲律賓嘅大使黃溪連呢，最近同個菲律賓嘅武裝部隊嘅參謀長布勞納曾經有過一個會面。布勞納咧當場啊就發脾氣，係嗰啲軍人啊嗰啲粗鄙嘅脾氣，而且惡言相向。呢位武裝部隊嘅參謀長指導呢位大使黃溪連，我哋中國駐菲律賓嘅大使黃溪連，佢話佢唔尊重喎。就係呢個消息傳出嚟呢，令到中菲嘅關係更加交惡，所以頻頻就最近要有逐離大使嘅大行動出現啦。但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呢，小馬可斯居然就即刻飛撲出嚟就話啦，絕對冇咁嘅事，菲律賓絕對無意逐離中國駐菲律賓嘅大使。點解啊？絕無此事。點解啊？冇咁嘅事啊？因為小馬可斯自己亦都講啦，佢哋係唔會咁做嘅，因為如果一咁做嘅話呢，後果難料啊！小馬可斯指導佢自己難以承擔，如果逐離大使所之後發生嘅一切，佢難以承擔呢個後果，後果將會有大麻煩咁話。咁從中呢，我哋單單呢句就會睇得到啦。小馬可斯喺外交嘅層面上面呢，係未有咁嘅打算同中國斷交，未有咁嘅打算呢，將外交關係推向咁樣嘅一個邊緣。咁但係問題就係喺南海嗰邊局勢同埋挑釁嘅行動呢，卻係越演越激烈，菲律賓係越做越出面嘅。咁我哋就會喺度諗啦，呢個第一大玩嘢大國啊，是否把口呢就口蜜，但係其實呢滿腹呢就係刀劍，就係口蜜腹劍，是否講一套做一套？呢啲呢就係典型嘅蠱惑同埋玩嘢。我哋點去分析菲律賓目前嘅情況呢？就喺今日嘅新聞資料陪大家呢，亦都慢慢嚟到探討下，到底菲律賓是否有咁樣嘅誠意同埋有咁嘅意願，係同中國喺外交層面上面保持溝通嚟到理順分歧呢？大家都知道，現在菲律賓爭拗緊嘅呢，就係所謂嘅南海仲裁。中國已經同東盟咁多個國家一齊嚟到商量咗一個中國推動南海安全準則嘅行為，例如話同越南馬來西亞呢啲都有呢個領海主權爭議嘅國家呢，都能夠放下呢啲分歧，用和談嘅方式管控好當中嘅誤會誤判，繼續兩國嘅合作同埋互惠嘅關係。唯獨是菲律賓呢個國家，卻不停咁樣將所有問題呢嚟到去軍方化、政治敵對化。小馬可斯把口就話，希望能夠呢係同中國喺談判桌上邊管好分歧，係唔希望用對抗嘅形式呢嚟到去處理南海嘅事宜、南海嘅主權爭議嘅。但喺南海佢嘅軍事行動呢，佢越演越激烈喎。我哋再睇下啦，喺我哋中國嘅外交部喺20號嘅晚上20號即係2日前嘅夜晚11點，中國嘅外交部就有外交新聞出咗嚟，就話菲律賓主動打電話俾中國嘅外交部，係主動約中國嘅外交部嚟到講電話。我哋中國呢，亦都係有禮地應約去聽呢個電話嘅。個消息就傳咗出嚟，喺20號嘅晚上，好多人都熱議，甚至有啲不肖嘅媒體崇洋媚外嘅分子就話中國人又喺度
自己自吹自擂，人哋邊有打過俾你啊？點知喺21號，菲律賓嘅外長馬納羅亦都出嚟證實咗呢個消息。佢就話啦，係呢個電話係我打嘅，係真嘅。馬納羅指導打俾中國嘅外交部，就完成咗一個對話。呢個對話呢，係坦率、係真誠同埋有建設性嘅。大家發唔發覺呢啲字好似美國嘅言論，係好似美國嘅布林肯啊、拜魯頭啊等人，或者防長奧斯丁等人呢，難得如果能夠同中國有呢個溝通嘅橋梁，有得講嘢嘅時候呢，每次講完嘢之後，佢哋都話呢個係一個好坦誠、坦率、真誠同埋有建設性嘅一個對話，彷彿啊呢啲咁嘅言論呢，事後嘅言論呢，係如出一轍嘅。嗱，呢個行為到底是否緩兵之計？佢背後呢有大圖謀，就喺度扮同你傾，其實就喺背後想懟你一嘢嘅呢啲咁嘅行為呢，我哋亦都要仔細慢慢咁樣嚟分析。我哋睇下王毅啊，又點樣形容呢個電話咯？王毅指導中國同埋菲律賓嘅關係，而家呢就彷彿好似喺十字路口咁樣，到底何去何從呢？就係睇菲律賓嘅選擇。王毅告誡菲律賓呢，就一定要謹言慎行，千祈唔可以造成任何誤判。但若然菲律賓係一意孤行嘅話，係一意啊，甚至不懷好意，能夠明目張膽咁樣引外國嘅勢力勾連起嚟喺南海度生亂生事端，中國將會依法嚟到去維護自己嘅主權，依法嚟到去應對，堅決咁樣嚟到回應。依啲什麼法呢？就梗係中國同埋東盟嘅國家，中國推動嘅南海嘅安全行為準則呢啲法啦，就唔係憑菲律賓早前啊曾經喺習主席面前啊誇下海口講過呢，話菲律賓自己將會自成一套南海嘅仲裁嘅方案。呢個仲裁方案呢，佢會拉埋越南同埋馬來西亞呢嚟到去一齊支持嘅。咁從越南同埋馬來西亞最近同中方嘅關係表態呢，就好明顯，越南同馬來西亞就唔會支持呢個菲律賓自己破格自成一派嘅呢個南海仲裁啦。呢個南海仲裁呢，如果有留意新潮文嘅直播，喺過去2日我哋就講咗呢個西方嘅陣營有29個國家走出嚟，就支持呢個佢哋自成一派嘅新嘅南海仲裁，就係關於仁愛礁嗰邊嘅安排。呢啲西方勢力喺遙佢隔住半個地球咁樣嚟到去吶喊助威，但係喺南海有份嘅國家，東盟嘅其他國家卻唔會支持菲律賓搞呢個南海仲裁。如果大家有留意過早前新潮文陪大家分析過嘅菲律賓玩嘢嘅呢個行動，到底係尋求啲咩目的呢？其實喺佢尋求嘅目的，亦都係同東盟好多國家一樣，都係尋求緊多邊嘅利益。呢個多邊嘅利益底下呢，亦都增添咗一重嘅小馬可斯被美國捉住佢痛腳，佢冇辦法，而大家好明顯睇到佢嘅行為，就係佢要協助美國嚟到推行美國對中國嘅圍堵戰略，就係南海聯防圍堵嘅戰略。而呢個聯防圍堵嘅戰略呢，一定係包括埋日本。目的就係圍堵中國，目的就係為咗擦槍走火。咁美國呢，又可以開多條南海嘅戰線，又有代理人嚟到幫佢打啦。小馬可斯自己到底是否想將菲律賓呢個國家推向呢個戰事嘅邊緣呢？佢亦都絕對唔想。佢喺度踩緊鋼線，佢踩緊鋼線，希望一邊就能夠得到美國嘅利益，亦都一邊搏表現，希望得到更多美國嘅利益。對住美國呢，就表現到自己幾咁積極咁去推美國嘅圍堵戰略，但係亦都要慎防真係唔覺意弄假成真，變咗真係真真正正嘅戰事開端。因為佢呢個國家菲律賓係應付唔起嘅。而日本嗰邊態度又如何呢？日本嘅自衛隊不嬲都唔想自衛，係想攻伐嘅。小馬可斯當佢講到話同中國一定唔會喺外交嘅層面上面斷交，逐離大使呢啲行動一定唔會出現。當小馬可斯話到希望同中國喺南海嘅主權爭議上面呢，係喺談判桌上邊嚟到去和談，希望唔係以呢個對抗嘅方式嚟到處理。但係佢後邊亦都補一句，佢後邊補一句呢，就係話，另外就係同日本希望盡快完成咗一個雙方軍事能夠互相合作、互相准入嘅呢個協議，快啲嚟到去推行，快啲落實。咁即係咩意思啊？咁就係美國所設計出嚟喺南海諗住圍堵中國嘅一個戰略。當然小馬可斯自己對住媒體呢，就要補一句，就話強調呢樣嘢同南海嘅問題一啲關係都冇㗎，係人都知，點會冇關係啊？完完全全就係南海嘅問題啦。
最近菲律賓亦都有一個開幕嘅儀式，日本嘅防衛省官員亦都有到場，就係有4座防空嘅雷達系統引入自日本嘅三菱電機公司。日本已經好多年冇將整套嘅防衛系統軍事嘅防衛系統咧嚟到去輸出，呢樣嘢表示日本將會喺呢個所謂聯防嘅市場、軍事嘅領域開始活躍起嚟。而菲律賓嘅防長亦都指導，就係要引入呢個日本嘅雷達嘅偵測系統嚟到去睇住中國點樣喺黃岩島上邊、仁愛礁上邊呢，喺佢哋嘅角度做啲侵犯佢哋所講佢哋主權嘅問題。其實菲律賓現在嘅情況同美國呢就有啲相似嘅，就係我哋要將菲律賓嘅國防軍事嗰邊同菲律賓嘅外交同埋政府呢稍為有所分開少少。因為點解呢？就係但凡去到軍事層面同埋國防層面，呢啲人受訓呢啲人嘅往來同埋佢哋聽命於呢，唔係完全聽命於佢哋嘅國家嘅總統、佢哋嘅政府，其實係聽命於美國背後嘅軍工勢力。就好似美國嘅情況，其實亦都係一樣，敗老頭騎虎難下，軍工勢力逼佢一定要助戰支持嘅戰士，佢都一定要支持，但係佢嘅選票唔係好支持，佢啲黨員亦都唔係好支持，佢就會夾咗喺中間，左右做人難。美國其中一個非常之強大嘅勢力，背後嘅勢力就係軍工集團。軍工集團呢，就希望貨如輪轉，俄烏戰事怠慢咗落嚟呢，就要開巴爾嘅戰事。我亦都喺早前嘅分析同大家講過，其實背後嘅軍工集團亦都想開拓南海嘅戰事，呢個就係先係達到佢哋嘅存在感同埋佢哋嘅目的。咁所以我哋睇一個國家呢，千祈唔好以為人哋一定係上下一心。如果出現咗兩套唔同嘅行為呢，佢就係喺度口蜜腹劍同埋講一套做一套，喺度玩黑白兩面，又或者玩兩頭蛇。咁樣係一個好平面嘅一個分析，但我哋都要分析到人哋嘅國家都有派系之爭，都有勢力嘅分佈，都有內鬥噶嘛。我哋只知道嘅就係，若然菲律賓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喺南海嗰邊嘅行為，一定係會推去呢個擦槍走火嘅邊緣嘅時候，到時南海一定不得安寧。我今日嘅分析呢，就嚟到呢度。唔該晒咁多位，再之後同大家講下，呢個世界真係越嚟越瘋狂，所謂嘅民主國家越嚟越多傻佬當選總統。而家又有一位剛剛新鮮出爐嘅阿根廷總統，佢誓要將中國分成8份。呢個人嘅名就係叫做米萊。相信好多觀眾同我一樣，曾經都見過好多個千奇百怪嘅國家元首，當中最有標誌性嘅，相信就係美國嘅特朗普、英國嘅約翰遜，以及係巴西嘅博爾索納羅。但正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呢個阿根廷後任嘅總統米萊，簡直係完全推翻之前所有狂人嘅定義。米萊喺出席競選活動嘅時候，最中意攞住一把電鋸喺拉票嘅地方向住人群舞嚟舞去，電鋸嘅發動機聲音以及係競選場地密集嘅人群，場面簡直係險象環生。咁米萊攞住把電鋸周圍咁舞動，咁佢實際究竟係想劈啲乜嘢呢？原來米萊想用一把電鋸將自己國家分成無數咁多份，佢又話要完全斬斷同中國而家嘅良好貿易關係。米萊競選總統嘅大綱大致上就係話要用佢手上面嗰把電鋸去完成斷捨離，將佢認為過於臃腫嘅阿根廷政府部門一個個送俾外國財團私有化。當下阿根廷原本就有18個政府部門，米萊喺競選嘅時候就揚言要一次過剷除10個部門，得返8個可以留低。而10個要剷除嘅政府部門，包括就有教育部、環境部，連阿根廷嘅中央銀行佢都唔諗住放過。米萊話阿根廷嘅央行係全世界最臭嘅屎坑，而阿根廷嘅貨幣就比而家呢個屎坑更加之臭，所以佢要將自己國家嘅央行同貨幣通通都廢除。而除咗呢啲政府部門之外，屬於阿根廷嘅國企亦都難逃一劫。所有鐵路、公路、學校、醫院、監獄甚至礦山可以賣得嘅全部都賣晒去，一切公營機構全部都要私有化。聽落去係咪好匪夷所思呢？呢個米萊所謂嘅前衛政策其實一啲都唔新穎，呢個係經濟學典型嘅休克治療法。
只不過米萊佢善於包裝，用超越小丑澤連斯基嘅戲劇性表演方法去演繹，新瓶舊酒，將一啲舊嘅嘢重新包裝，演變成今時今日嘅瘋狂玩意。而所謂休克治療法，喺經濟學嚟講，就係要廢除自己國家金融同埋貨幣嘅管制，大刀闊斧削減國家補助同埋預算，進行所謂嘅快速貿易自由化，將國家企業同埋機構退出市場，大規模私有化。其實早喺1989年，阿根廷已經曾經用過呢個方法。當陣時，阿根廷嘅通貨膨脹達到咗5000%，而佢見到鄰國玻利維亞用呢個方法拯救經濟，似乎搞得唔錯，於是就決定有樣學樣。喺1991年，阿根廷廢除咗原本本國貨幣奧斯特拉爾，退出咗阿根廷比索作為替換，而且仲規定咗每1蚊比索兌換1美元嘅比率，同時配合高度嘅自由化，引入外國嘅資本，俾佢哋大舉進入阿根廷購買國有嘅企業。由於大量嘅外資湧入阿根廷，從而支撐咗1對1兌換嘅貨幣基礎。雖然係咁，但係相對付出嘅代價真係唔講得少。阿根廷原本擁有嘅優質資產過度流失喺私有化當中，經過幾年嘅休克治療法之後，表面上通貨膨脹由之前嘅高位5000%拉到落去接近0嘅水平，人均 GDP 亦都由1989年每人平均8470蚊美元上升去到每人平均10880蚊美元。雖然乍眼睇一切都好似好順利，但其實阿根廷嘅一切都只不過係外強中乾。阿根廷嘅工業產值同年由以往嘅42%直線下降到去26%。更加諷刺嘅係失業率大幅增加，幾年之間升咗20%，犯罪數量更加由以往嘅56萬宗一嘢升到去100萬宗以上，足足就翻咗一個 double。呢個睇落好似好有用嘅休克治療法，其實佢嘅副作用就係摧毀阿根廷嘅本土工業，大量縮減咗人民嘅社會福利。嗰啲位處於底層嘅人民生活真係叫苦連天。雖然當陣時阿根廷嘅通脹幾乎接近0嘅水平，但呢啲都只不過係引入大量美元資本底下壓低通貨膨脹嘅假象。由於大量國有優質資產都俾外國資金私有化，導致到原本呢啲國有企業大量咁裁員，就業工作崗位一下子就減少，失業率亦都因為咁樣直線上升，底層嘅市民揾唔到嘢做，社會福利又大打折扣。喺冇辦法之下，如果唔想肚餓而咁樣離去，咁就唯有得返犯罪呢一條出路。呢個就係點解犯罪率大升1倍嘅原因。雖然 GDP 一下子升到去1萬美元，但受惠嘅並唔係平民百姓，反而係嗰一班掌控住資源嘅精英暴發戶。其實有大量嘅基層市民，佢哋嘅生活比以前過得仲慘。所以一個休克治療法，其實簡單啲講，就係一個弱肉強食嘅系統。大家都知道，政府機構成立嘅其中一個初衷，就係希望保障每一位市民，做到人人都可以得到一啲基本嘅社會權利。今次阿根廷總統米萊推出嚟嘅政策，同想當年90年代所用到嘅板斧其實係一模一樣。嚟到呢度，我又喺度諗，90年代到而家，阿根廷嘅經濟又有冇好過呢？可能有一剎那間嘅好轉，但係大體嚟講，到最後都係打回原形，甚至乎係比之前更加之差。所以米萊佢好識包裝，索性就將呢個理論改過個名，唔叫佢做休克治療法，米萊將佢叫做電鋸治療法，廢除阿根廷嘅央行，用美元代替本國貨幣，大幅私有化所有國有產業。而因為呢一次電鋸治療法係需要到美元嘅流入，亦即係話米萊佢唔可以得罪西方世界，所以從此阿根廷嘅未來就必須遵守美國嘅外交立場。喺90年代，
阿根廷實行休克治療法嘅時候，當時嘅總統卡洛斯佢為咗討好美國，同華盛頓達成共識，大力支持海灣戰爭，亦都恢復同英國喺馬島戰爭之後嘅外交關係。而今次米萊為咗舐美國鞋底，佢上任之後揚言要斬斷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嘅聯繫，甚至仲要話用電鋸將中國鋸成8份。所以佢上任之後第一樣嘢要做嘅就係凍結阿根廷同中國以及巴西之間嘅所有合作。原因就係中國係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現任巴西總統係一個大左翼派。雖然米萊講得就言之鑿鑿，但係我真係好想知道佢究竟可唔可以實行到呢？其實而家巴西係阿根廷第一大嘅貿易國，而我哋中國就係阿根廷第2大嘅貿易國。喺2022年，阿根廷正式加入一帶一路，亦都同意中亞之間用人民幣結算。喺呢2年，大家嘅貿易已經創出咗歷史新高。中國向阿根廷出口總值127億嘅美元產品，而同時我哋都進口咗86億美元嘅阿根廷產品。而除咗貿易之外，阿根廷嘅核電站、水電站以及係多條鐵路，現時都係同我哋中國合作建造。保守估計呢啲工程已經超過200億美元。所以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佢競選宣言咁講，可以將阿根廷同中國嘅關係喺佢上任之後一刀就可以斬斷呢？講到嚟呢度，我哋又睇下美國對阿根廷今次選舉結果嘅態度，佢哋又係點諗嘅呢？出咗一個咁親美嘅電鋸總統，想必就令到美國人個個都好開心。而喺美國第一個出嚟恭喜米萊當選總統嘅人，呢個就係特朗普。但係除咗特朗普之外，縱觀美國主流媒體嘅睇法，似乎大家都趨向謹慎，仲有啲驚嘅跡象。相信原因就係當下阿根廷嘅政壇混亂，議會裏面嘅人一係就極左翼，唔係嘅就極右。呢種狀態已經嚴重撕裂國家，影響一切正常嘅發展。所以對於美國嚟講，一位狂人總統嘅當選，其實似乎係更加似一種警號多啲。因為當政治表演充斥住整個管理班子嘅時候，用敵對排外嘅方式渲染選民，最終都只會令到自己國家嘅人民走向兩極化，互相敵視。而之所以阿根廷會選出一位咁嘅總統，好多人又認為同我而家差得冇得再差嘅經濟有莫大嘅關係。根據統計，而家阿根廷嘅貧困率已經超過40%，而極度貧困嘅人喺每10個阿根廷市民裏面就可以揾到一個。聽落非常之誇張喎，但會唔會係阿根廷嘅要求特別高，將貧窮線收入 set 得特別高呢？咁我就帶大家去理解一下阿根廷嘅貧窮線收入究竟有幾多呢？而家喺阿根廷月入20萬比索嘅家庭就已經算係中高收入嘅家庭。咁究竟20萬比索兌換翻港紙又有幾多呢？用我拍片今日嘅匯價嚟講，20萬比索就等於4320蚊港紙。驟眼睇呢個數，對於我哋香港家庭嚟講已經係非常之少。但係我可以話俾你知，阿根廷真正嘅貧困狀況遠比我哋見到嘅更加之嚴重。因為而家阿根廷比索不斷貶值，喺當地已經冇人夠膽再持有。而阿根廷人為咗自保，會將每個月賺翻嚟嘅比索去兌換成美元。喺我睇翻當地嘅新聞嘅時候，就發覺當地實際兌換美元嘅匯率竟然係10萬比索可以換到100蚊美元。咁樣計，20萬比索就可以換到200蚊美元，圍翻港紙大概就係1550蚊，遠比頭先4000幾蚊港紙為低。所以而家喺阿根廷揾到1500蚊港紙一個月，你已經俾政府納入為中高收入家庭。咁嗰啲低收入又或者係貧困家庭，佢哋嘅收入究竟又係幾多呢？原來分別就係12萬同5萬比索，亦即係940蚊同390蚊港紙。所以喺呢一種咁絕望嘅環境底下，
喺今次總統大選裏面，阿根廷人就唯有揾一個最吸睛、最奇葩嘅候選人，希望佢當選之後有奇蹟出現，死馬當生馬醫。但係其實歷史已經話俾我哋知，呢一種咁嘅奢望只會帶俾我哋更加多嘅絕望。就好似烏克蘭咁樣，喺咁多年嚟，呢個國家都係徘徊喺貧困之中。喺歷史裏面，佢哋曾經出現過親俄嘅總統，亦都有換過親西方嘅總統。但係無論邊個上台，都冇辦法將烏克蘭嘅經濟搞好。而4年前，烏克蘭人亦都抱住同一個想法，竟然揀咗一個完全冇政治經驗嘅喜劇演員成為總統，希望咁樣會令到經濟低谷嘅烏克蘭帶嚟一啲新嘅衝擊。當然，澤連斯基亦都不負所望，喺佢上任之後，除咗極度親美，仲夠膽申請加入北約，而且多次公開呼籲國際制裁俄羅斯，最終梗係得償所願，觸動咗俄羅斯嘅神經。喺澤連斯基上任2年之後，俄烏衝突正式爆發，而烏克蘭亦都冇因為澤連斯基獨特嘅喜劇治療法擺脫貧窮。而今時今日，阿根廷人嘅選擇就係揀咗一個鼓吹價餐合法化、買賣5臟6腑合法化嘅人去做佢哋國家嘅元首。而且呢個米萊仲要大力削減政府同埋警察部門嘅預算。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喺呢一個此消彼長嘅情況底下，社會只會越嚟越失控。所以呢個西方世界不斷鼓吹嘅民主制度，到最後又係咪絕對可以俾到我哋呢啲星斗市民一個更加好嘅安樂地方呢？大家不妨思考一下。喺節目結束之前，就由我格仔親自介紹一下今次最新推出為期12天嘅天府之國行程究竟係點樣先㗎啦？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以及係查詢價錢同埋領取行程資料嘅。整個行程都係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並非一般坊間嘅旅行團係揾到相關嘅行程嘅。並且今次天府之國之旅嘅行程，格仔咧亦都會隨團出發，陪大家玩盡12日嘅。出發日期就由嚟緊2024年1月嘅21日至到2月1號嘅，為期12日。首先第一日嘅旅程，我哋就會去到由香港機場出發，直飛到去成都嗰邊嘅。飛機航程大概係2個半鐘頭就到噶啦。之後喺稍作休息、瞓過1晚以後啊，我哋就會進入到第2日嘅行程。第2日嘅行程就會由成都嗰邊乘坐我哋特登安排到嘅飛機椅旅遊巴前往西昌，然之後咧就沿住呢個雅西高速公路呢一條被譽為中國最靚嘅高速公路之一嚟到去正式抵達西昌。去到首先為呢個旅程熱下身，參觀到呢個窮海國家濕地公園嘅。窮海國家濕地公園係一個面積好大嘅淡水湖，以水質清澈見稱嘅。佢嘅景色優美，亦都係一個盛產魚蝦嘅地方，係一個有名嘅天然漁場，亦都係一個國家級有名嘅濕地公園嚟嘅。成個窮海分為觀鳥島、夢裏水鄉、煙雨鷺洲同埋西坡學影嘅。呢度嘅景色非常之優美，絕對值得我哋花時間嚟到呢度睇一睇嘅。之後嘅行程就會去到第3日，亦都係今次整個行程嘅主要一部分。話晒咁遠，由成都搭車過嚟西昌，當然梗係要參觀到屬於我哋國家4大發射中心嘅其中之一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啦。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位於四川省西昌市嘅航天北路，係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嘅，亦都係中國嘅飛彈以及係衛星嘅發射基地之一。早年呢一度咧係禁止參觀嘅，但係隨住內地旅遊嘅開放，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亦都會喺某一啲時間係接受遊客參觀嘅。今次我哋亦都有幸爭取到參觀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嘅機會，大家千祈就萬勿錯過啦！喺參觀完衛星發射中心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參觀阿柳耶異文化風情實景火獸劇嘅。呢個火獸劇係當地著名嘅少數民族
嘅一個實景劇嚟嘅，裡面就彰顯咗彝族獨有嘅風情文化，而且佢嘅場面規模非常之龐大。如果嚟到西昌冇睇過呢套火獸劇嘅話，真係唔好話自己嚟過西昌啊！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大石板村、塘縣以及係建昌古城嘅。之後我哋就會離開西昌，嚟到第4日嘅行程，就會游到西昌嗰邊，去到另外一個城市樂山市嘅。喺樂山市有一個非常之著名嘅景點，亦都係一個著名嘅世界文化遺產。呢個就係樂山大佛啦。樂山大佛被譽為世界第一大佛，佢係一座彌勒佛像嚟嘅。整座佛像就刻喺凌雲山嘅岩壁上面，佢嘅高度幾乎同佢身背後面嘅嗰一座山係一樣咁高嘅，而且腳踏住江水，睇起上嚟十分之雄偉。喺呢度呢，我哋亦都會嚟到包船，從另一個角度去到確保可以睇得晒整座大佛。之後我哋就會從樂山大佛去到峨眉山嘅附近嘅，然之後就進入到第5日嘅行程。嚟到峨眉山，當然我哋就要上到峨眉山嘅金頂啦。喺呢一度呢，我哋仲特登重金咁安排到乘坐獨立嘅環保車，直達纜車站，然之後呢再可以乘搭埋纜車，直接往返到峨眉山嘅金頂嘅。以往嚟講，要去到峨眉山嘅金頂需要一定嘅體力，但係現在我哋就可以免除呢個煩惱，摁腳咁樣啊，就能夠可以去到峨眉山金頂噶啦。然後呢，我哋就會進入到第6日嘅行程，第一站就會嚟到呢個成都博物館。成都博物館就係1984年正式開放嘅，而喺2009年，成都博物館嘅新館呢亦都開始修建，並且喺2016年6月就嚟到正式開放嘅。呢度嘅館藏非常之豐富，亦都係國家嘅1級博物館嚟嘅。代表嘅藏品就有石犀牛、京粵松七人像以及係漢代嘅石碑嘅。由於館藏實在太多，多到講都講唔晒。正所謂要了解一個地方嘅來由，去到當地嘅博物館去了解就係最好嘅第一步。當大家進入到博物館之後，就會了解到點解四川係會叫做天府之國。喺天府之國呢個名詞背後，包含住整個中國由戰國時期去到魏蜀吳三國鼎立嘅時期之間嘅歷史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位於四川博物館附近嘅武后祠。武后祠呢個祠佢相當之特別，佢係唯一中國君臣合一，亦即係君臣合祠嘅祠廟嚟嘅。再講一次，亦即係君臣合祭嘅祠廟嚟嘅，由武后祠、漢超列廟以及係衛陵所組成嘅。武后祠始建於公元223年，初時係漢超列帝劉備嘅一個陵寢嚟嘅，後到尾就一齊拼入埋三國時期蜀國嘅丞相諸葛亮嚟到一齊供奉。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沅花溪公園嘅，呢度以杜甫草堂嘅歷史以及係文化為背景嘅，再運用埋現代嘅園林同埋建築設計嘅前園理論，結合古典園林同埋現代建築藝術所結合而成嘅城市公園嚟嘅。呢度山水交融、自然雅致嘅景觀以及嘅建築，凸顯咗現代川西文化嘅敦厚嘅歷史底蘊，係一座將自然景觀、城市景觀完美融合嘅成都市入面最大嘅開放式森林公園嚟㗎，亦都完美咁演繹咗詩人杜甫嘅詩意韻味嘅。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錦里古街，以及係再欣賞埋當地嘅四川變臉表演嘅。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7日，另一個旅程嘅重頭戲，近年都非常之著名嘅三星堆啦。三星堆位於四川省廣漢市嘅城西三星堆鎮嘅，佢係屬於青銅時代嘅文化遺址嚟嘅。但係佢最特別之處就在於喺三星堆裏面揾到嘅嗰啲文物，除咗有3000幾年嘅歷史之外啊，亦都同期我哋中原文化所揾到嘅文物嘅嗰個造型相比起上嚟呢，係非常之唔同樣嘅，而且設計同埋風格都係完全唔同。究竟解釋咗啲乜嘢呢？好多人都會有唔同嘅遐想，認為到三星堆會唔會係外星文明而嚟嘅呢？又或者三星堆係咪屬於一啲
外來嘅民族或者係一啲其餘嘅古文明呢，尤其係三星堆所揾到嘅文物，佢嘅做工以及係工藝都比同一時期商朝所揾到嘅青銅器物件係更加鬼斧神工，所以就為到三星堆更加添上一層神秘感啦。喺呢度，我相信大家係親眼睇到三星堆文物嘅時間，一定能夠揾到屬於自己嘅答案。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北川嘅地震遺址，同樣都係我哋今次旅程嘅其中一個焦點嚟嘅。北川地震遺址就係汶川大地震之後嘅災區所保留落嚟嘅完整景象嚟嘅，亦都係世界上面原貌保護規模最大、地震破壞最全面嘅一個地震遺址嚟嘅。基本上喺呢一度所保留到嘅都係當刻汶川大地震嘅原貌。喺呢度我哋就可以學會如何居安思危，如何敬畏大自然。相信對於我哋呢一啲住喺絕對安全城市嘅朋友係有一個好好嘅學習作用嘅。之後嚟到第8日嘅行程，我哋就會嚟到劍門關鎮嘅，係歷史上非常之知名嘅關隘嚟嘅。喺古代時候，如果要進入蜀地嘅話，攻下劍門關就係佢嘅必經之路，而且要進入到四川蜀地嘅話，喺經過劍門關之前，仲要走過地勢險要嘅蜀道。因此，我哋喺呢度咧，亦都可以見識到唐代詩人李白所講到嘅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究竟佢真正嘅意思係點樣？因為蜀道就喺劍門關嘅面前，我哋如今都可以體驗得到啦。再之後，我哋就會去到翠雲廊景區。翠雲廊景區其實就係劍門蜀道翠雲廊現存嘅7803棵嘅古樹嚟嘅。喺呢啲古樹入面，差唔多全部都係古柏樹，就佔到當中嘅9%噶啦。而呢啲古柏樹，佢嘅平均樹齡就有1050年咁耐。當中最年長嘅2棵古柏，一棵就叫做劍閣柏，另一棵咧就叫做隋大柏。呢2棵古樹嘅年齡咧，仲係去到誇張嘅2300年咁耐，所以咧亦都被稱之為蜀道奇觀同埋森林活化石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第9日嘅行程，就會去到阆中古城嘅。阆中古城係咩地方呢？其實唔好睇佢好似唔出名咁樣，阆中古城佢係同平遙、麗江、涉原並稱為中國嘅4大古城嚟嘅，亦都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稱。阆中古城佢嘅建築風格係完全體現到我哋中國古代嘅居住風水觀，棋盤式嘅古城格局融合到南北風格於一體嘅，亦都係中國古代建成選址天人合一呢個標準嘅最完美嘅一個典範嚟嘅。喺阆中古城就有張飛廟、永安寺、五龍廟、滕王閣、觀音寺、巴巴寺以及係大佛寺，仲有川北道貢院等，總共8個全國重點文物嘅保護單位嚟嘅。咁所以我哋點能夠錯過呢笪地方呢？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第10天嘅行程，嚟到由成都航空工業花咗歷時2年所興建到嘅首座園林式嘅戰鬥機博物館嘅。呢個同樣都係行程嘅重點。當然我係一名軍迷嚟噶嘛，梗係中意參觀呢一笪地方啦。喺呢一度就陳列咗9款唔同嘅戰鬥機嘅，佢哋分別就有殲5型嘅戰鬥機、殲7型嘅戰鬥機，出口到去巴基斯坦嘅梟龍戰鬥機，以及係作為我哋中國空軍現役3劍俠之中嘅其中2款殲10嘅戰鬥機，以及係殲20嘅戰鬥機嘅。而當中仲有另外2款系列嘅無人機，分別就有翼龍系列嘅無人機同埋天賜系列嘅無人機，總共3架。嗱，當中我哋要注意到啦，喺呢度所擺放到嘅殲20戰鬥機呢，佢係呢度嘅亮點之一嚟嘅。原因就係想當年喺2007年殲20研究立項論證嘅時間啊，就整咗一架全尺寸嘅金屬樣機嘅。而呢一架最早嘅殲20概念機，其實就係放喺依個園林博物館裏面嘅嗰一架殲20啦。因此佢係十分之具有重要嘅歷史文物價值嘅。再之後咧，就會去到成都近郊嘅一個大熊貓樂園，呢個咧亦都係行程嘅重頭戲之一嚟嘅，就係參觀到呢一個中華嘅大熊貓院啦。
中華大熊貓園亦都係我格仔特登選址嚟到去參觀大熊貓嘅地方。原因就係除咗四川係大熊貓嘅出生地，係大熊貓嘅發源地之外我哋亦都做足功課，知道四川參觀大熊貓嘅地方係有好多嘅，但係點樣為之揀一個好嘅呢？喺我嘅標準嚟講，當然好嘅熊貓參觀地方就一定要人比較少，最好咧就係熊貓多過人。如果唔係去錯地方嘅話，就反而係參觀人多過熊貓啦。所以我哋嚟到中華大熊貓園就啱晒啦，因為喺呢一度咧人比較少，熊貓比較多，咁樣大家就可以毫無障礙睇清楚呢度活潑可愛嘅熊貓，仲可以作出近距離嘅接觸。呢一種感覺係喺其他嘅動物園唔能夠感受得到㗎。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參觀到我哋中國人古代嘅智慧結晶都江堰千年水利工程啦。喺古代憑住有限嘅人力以及係建造技術，究竟我哋點樣利用到我哋嘅智慧嚟到治理岷江嘅水患呢？唔講唔知，都江堰水利工程其實距離現今已經超過2270年嘅歷史㗎啦。但係即使時至今日過咗2000幾年啦，都江堰水利工程依然繼續運作當中，係繼續令到四川嘅人民受惠嘅。如果冇咗都江堰嘅話，其實都好難有天府之國依達咁富庶嘅千里平原。所以嚟到呢度，我哋一定要好好咁去睇下屬於我哋中國古代人嘅智慧究竟有幾咁厲害。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都江堰嘅仰天窩熊貓自拍廣場，睇到佢嘅造型都覺得非常之得意。然之後呢，亦都會去到都江堰西街，以及係成都嘅春熙路步行街。春熙路步行街係成都最繁華嘅商業街嚟嘅，就由春熙東路、春熙西路、春熙南路以及係春熙北路4條嘅步行街組成。當然近嚟都非常之熱爆嘅太古里，亦都係出名多靚仔靚女網紅經過嘅地方嚟嘅。然之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古色古香嘅網紅打卡點，成都嘅闊澤巷子。喺呢度呢，記住去到影多啲相，因為呢效果非常之出眾㗎。再之後就嚟到第12日嘅行程，我哋喺臨上飛機之前就會嚟到去見識一下四川獨有嘅茶文化。因此呢，我哋就會嚟到著名嘅觀音閣老茶館。呢個老茶館呢已經有上百年嘅歷史啦。佢嘅建築就係典型嘅川西地區清雅房嘅建築嚟嘅。由於佢嘅年代遠久，所以都幾有嗰股滄桑感㗎。呢個茶館無論從佢嘅建築陳設，仲有茶客，都透露出濃濃嘅歷史感嘅，亦都係最具四川文化嘅特色。然之後我哋就會搭專車前往成都天府機場，直飛到香港，就嚟到結束今次為期12日嘅旅程㗎啦。喺呢度順帶一提，今次呢一個12天嘅天府之國旅程，格仔係會隨團出發嘅，因為話晒呢個行程都係我設計㗎嘛。而且我哋喺全程所安排到嘅旅遊巴呢，都係俗稱2+1座位嘅飛機椅旅遊巴嚟嘅。佢嘅座位非常之闊，係我哋特登預訂，唔係一般出邊嘅旅行社可以坐得到㗎。再嚟，我哋仲會為每一位團友特別加送到每人一張夠晒呢12日旅程所用到嘅一張數據漫遊電話卡嘅。呢張數據漫遊電話卡係可以直接連通香港，所以即使身處國內都可以暢通咁使用到類似 WhatsApp 啊、睇 YouTube 啊，或者去登入翻你哋香港嘅電郵嘅。咁當然啦，你亦都可以攞呢張數據卡嚟到去油管嗰度睇我哋新潮文嘅節目嘅。總之就係暢通無阻。最後一點就係我哋今次所安排到嘅呢個行程，都知道大家嘅性格㗎啦，都係想舒舒服服、他他條條，所以我哋呢個行程所設計到嘅行路位呢，就唔係太多嘅啫，基本上都係點對點，唔需要行得多嘅。喺呢一度我就再重複多一次報名以及係查詢行程價錢嘅聯絡方法，就係 WhatsApp +85268287447去到揾潘小姐去索取資料以及係報名嘅。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
7447聯絡呢個 WhatsApp，到時希望見到你同我玩盡呢12日。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請嚟到重新檢視有冇喺訂閱新潮文頻道或者新潮文2.0頻道嘅同時撳埋隔離嘅嗰個啷啷掣，記得要揀全部嘅嗰個啷啷掣撳埋佢，先至係完成整個訂閱嘅流程㗎。撳咗呢個掣之後，先至能夠最大限度咁樣去確保到收到我哋嘅出片通知以及係直播通知嘅。喺呢度呢，就有勞大家啦。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